大家好，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绍我们研究的成果。那题目是无人载安全监控之无线压电 MEMS 3轴加速规系统的开发。那基本上这个成果是经由我们涉月计划总主持人李坤忠教授所研究的团队所衍生出来的成果。那我是今天的报告人，也是子计划2的主持人朱胜元。那整个技术是涵盖了我们子计划2跟子计划3。张顺志教授的团队所研发出来的。那今天报告的 outline 包含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整个的计划的摘要，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技术介绍，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应用的情境。团队就包含了2个团队，一个是我们实验室的团队，主要是 focus 在无铅压电材料、元件还有特性的分析。那另外一个团队就是由张顺之教授所主持的电路与类比数位转换器开发。那基本上是整合了我们在材料端跟元件端的技术，还有张顺之教授在电路端的技术，来完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那接下来要来跟各位介绍我们整个加速规系统。那基本上加速规这样子的一个元件已经发展了很久，它主要的应用除了在早期的3C 产品以外，那目前因为针对物联网工业4.0的兴起，它也可以应用在无人载具、马达及主轴的即时检测，那同时更可以应用在医疗方面的照护，所以它的应用性非常非常的广。那早期的加速规，目前商用的加速规大概分为3种。第一种是属于压电式快材式的加速规，它的好处就是它的灵敏度很高，同时它的温度稳定性也好。它的高的共振率可以到10K 赫兹，同时因为它本身的压电性，利用能量转换概念，所以它不需要外部的电源，同时它不受杂讯的影响。那至于电容式，它的灵敏度也比较高，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第一个，它比较需要外部的电源；那第二个，它量测的范围是在比较有限的量测范围，大概是1到3K 赫兹。那第三个，它容易受到杂讯的干扰。那至于电阻式，因为它的功耗比较高，同时它的温度范围影响会比较大，所以比较不适合于商业用的应用。那至于压电式快材的话，它有一些缺点，就是第一个，它的体积比较大，所以它比较不容易做量产，同时它的应用也比较受到局限。它的售价目前大概介于1万块到6万块左右。那至于 MEMS 的压电的加速规，其实它有一些优势。第一个体积小，那适合应用在无人载具，同时它的频宽高、灵敏度佳、成本比较低。但是目前并没有商用的压电式的 MEMS 的加速规上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研究动机。那事实上，目前商用的压电式加速规都是以含铅为主。那我们在整个的计划是以一个无铅的一个氧化锌基的一个材料，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那我们整个的合成的手法，事实上是以沿用传统的氧化物固态的合成法来做。那我们的关键技术就是我们的配方，还有我们的压烧温度，还有我们的压烧时间。所以说，我们可以配置我们的压电粉末，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均匀性。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控制粉末的粒径，可以得到它比较好的压电性。再搭配我们的湿式结的技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密度、硬度，还有它的原子结构都可以符合高压电性的一个压电靶材。那我们经过测试，它可以承受的 sputtering 的瓦数可以超过，同时它的传统制成的压电靶材大概2倍以上。那再搭配我们的靶材，再配我们的 MEMS 的制程技术，我目前已经开发了2种不同结构的单轴式的加速规，其中在上面这一种是属于悬臂梁的结构，它的好处是它的是在比较低的频率，它的灵敏度很高，所以可以应用在低频的载具。那下面这个结构是属于比较高频的结构，它适合应用在高速涡轮主轴上。
那基本上这两种结构的 MEMS 制程，完完全全都是学生在利用 TSRI 的制程设备，然后我们自己掌握我们的制程参数所研发出来的。那基本上我们在单轴的5000的加速规，事实上我们有得到2019年的未来科技展，这已经得到过一次了。那其中我们在单轴的悬臂梁式的加速规，我们的频宽大概是5K 赫兹，那我们的灵敏度大概是0.4 mV/G，这个是在还没有外加的电路做优化之前的参数。那我们在悬臂梁式的加速规，我们的频宽可以甚至高达接近8K 赫兹。那我们的灵敏度大概是1 mV/G。那我们基本的制程啊，事实上就如同刚刚跟各位介绍的，把我们的靶材，就是如左下角我们所研发出来的靶材，再利用我们实验室的 sputtering 的制程的技术，然后再调控我们的 sputtering 的参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具有高压电性的薄膜。那其中它的薄膜的 surface roughness，我们可以指力扫描显微镜得到结果。那同时我们可以由我们的 X-ray 的材料分析，可以得到我们可以研发出一个类似单晶结构的氧化锌基的薄膜，然后再利用国家半导体中心 MEMS 的制程，那最后可以得到我们要的 pattern， 然后可以实现我们可以做出来的一个 MEMS 的元件。那至于三轴式的加速规，这是我们这次得奖，就是2021年得奖的这个作品。那基本上我可以实际检测到 XYZ 三个不同轴向的信号。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氧化锌基，我们搭配了我们3元的一个关键配方，所以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高的压电系数，所以说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5000 MEMS 的三轴加速。那事实上，这个是我们搜寻过，包含所有的文献专利，这是第一颗，全世界第一颗三轴的无线的5000的 MEMS 的加速规元件，然后再搭配张顺之教授他的读取电路。那基本上张教授的读取电路，它包含有电流近似的转阻器，那可调式增益的放大极，以及逐渐趋近，一个逐渐趋近是类比至数位的转。同时，张教授为了抑制共膜杂讯的影响，整体电路的架构都采用双端的架构。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整个的电路的功耗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张教授在低功耗这个部分事实上他的整个的论文被引用率是全世界第一。那这是他主要的贡献。那至于在电流近似的转阻器这个部分加速规的输出电流会和转阻器的直流电流会做一个叠加，可以视为一个小信号的电流源。那经过电晶体电流与电压的小信号转换后，在输出端可以看到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流的变化。那说我们整个的技术包含了我们的元件端，再搭配我们感测电路，再加上类比数位的转换器跟 FPGA， 最后实际应用在我们的4轴无人飞行器上面。那我们可以及时监控这个无人飞行器它的实际的状况。那上面这个图就是我们实际放在这个无人飞行器上面。如果说假设这个无人飞行器没有任何的异常，在正常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在100赫兹左右有一个小的信号。但是当我们模拟这个无人飞行器它有一个异常偏心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加速度的异常会有一个异常的倍增的信号，所以证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元件搭配电路，事实上在无人载具上是可行的，可以马上监控到它的异常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 demo 的情境，然后模拟这个无人载具的螺旋桨遭到攻击。那我们主要是使用鸟类模型来攻击无人载具的螺旋桨，然后来模拟无人载具螺旋遭受异物攻击后，可以直接监控它上面的5000压电加速规的感测系统，可以直接感测到
螺旋桨的异常讯号，并且透过使用者界面告知使用者目前无人载具的安全状况。那左半边就是目前还没有，就是说还没有实际看到，实际受到攻击。所以说啊，如果说我们发现它受到攻击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右半边的情况。我们在左上角啊就可以看到一个红色的警示灯啊。同时，我们由右半边的波形啊跟左半边的波形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右半边是实际上啊受到了攻击。那它攻击的位置就在这个五载具的最左上角的这个螺旋桨上面。那所以基本上我们整个的验证啊，包含元件跟电路的验证，甚至到最后的元件跟电路的整合，到最后实际应用在无人机模拟啊被鸟类攻击的状况啊，我们都可以得到啊一个好的结果。所以验证我们的系统啊是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出来的。那同时，因为我们所有的制程啊，包含我们的电路啊，都是用 TSI 或者 CIC 的技术啊所衍生出来的，所以未来是基本上是可以机会可以量产、可以商品化的。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